我现在在准备今年年夜饭的菜谱，现在已经到最后的调整阶段了。之前因为今年做了一个新的主题节目是古人吃点啥嘛，所以今年有很多菜其实是从古代的食谱中得到的灵感。今年选的菜式先给大家看一下。凉菜呢，我选了2道，一个是四喜烤麸，因为之前有做过面筋的各种做法嘛，当时觉得自己做烤麸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年把它做一个凉菜。另外一个是椒麻海鲜沙拉，这个是算是一个自创的菜吧，因为本来想要做意大利式的那种海鲜沙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把这个意式的口味和这个椒麻的口味混在一起之后，效果还挺好的。另外就是今年有选一些特别适合宴客的菜，就是看起来很显功力的那种，但其实做起来还挺简单的。比方说有吃鸡不见鸡的鸡豆花。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菜名叫姜子鸭，因为这道菜它其实就是紫姜烧鸭，但是你把它的名字就是紫姜烧鸭给它反一下，它就变成姜子鸭，就挺有趣的一个菜名，而且吃起来挺好吃的。那大概今年的菜式就是这个样子。具体要怎么做呢？请大家继续往后看吧。出门之前有一件事情不要忘了，就是泡一下海参，因为毕竟是年夜饭嘛，还是需要有点富贵的食材的。那海参需要泡很长的时间，所以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给它泡上水。然后我们先出门买个菜。这家我看到有卖小八爪鱼的，我决定买一点，回去可以做那个凉拌的海鲜沙拉，这种小小的八爪鱼特别好吃。冬笋，好像都有点弯弯的。叫这几个吧。帮我挑小一点的，别太大了。谢谢啊。1.5块5、2块8，各10块钱。啊，好的好的。这有荠菜哎，这种很粗壮的荠菜很适合包饺子，它会特别香。但我们今天不买它，因为这次没有做饺子的计划。这里有这个童年回忆。赌你有钱。这个好可爱，我要这个。要1块5花肉的。东西买的差不多了，大家有看到这个上面贴的标语？这里2月9号就要关停了，感觉还挺遗憾的。如果有人住附近的话，有机会去逛逛看吧。现在差不多该回去准备食材了。下面就可以开始干活了。那在干活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居家小技巧，就是准备一块毛巾塞在你的兜里，这样你随时擦手会很方便。首先呢，来泡一些干货，因为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这里有香菇、黄花菜、木耳，还有糯米。接着还要泡一些花生，这个泡过之后要给它去皮哦，因为现在没皮的花生不太好买，我只能买到这种带皮的，但泡过之后就好了。下面来做点面筋，就是之前有做过的烤麸，上一次是洗面做出来的，不过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麻烦，其实你可以直接买这个面筋粉，在里头加点酵母，混合均匀，把这个粉慢慢倒到水里，一边倒一边搅拌，它会迅速的结成一个疙瘩的形状，然后就会变成这样一小团，像破布面筋，跟之前洗出来的其实挺像的，因为里头有酵母。就放一会儿，让它发酵一下。
下面可以开始准备葱姜蒜。大家应该听说过中餐3位一体的灵魂就是葱姜蒜，所以每次这样要做一大桌菜的时候，都是要提前准备很大量的。大葱一部分切这种斜的段，一部分切洋葱，还有一些边角料的部分就切成末。找个盘子，把这些备好的料放在一起，一会儿你方便使用。这个姜一部分磨成姜蓉，和这个葱花放在一起。葱末和姜蓉泡盐水，把它做成葱姜水，后面好几个地方都会用到它的。剩下的姜就切片。接着是蒜，这个蒜已经都剥好皮了，那取一部分压成蒜蓉。然后是柠檬，这个一会儿做沙拉要用的，直接切半。还有几个小的朝天椒，这个切成辣椒圈。这些备好的都放在一边待用。接着是准备更多的配菜，都在这里了。首先是冬笋，去壳，因为做这样一桌菜你会产生很多的垃圾，大家注意垃圾分类哦。切掉比较老的根部，把这个外皮都修整干净。处理好之后就直接切半，然后拿去汆水。就这样丢到一锅开水里，煮个几分钟。接着是白洋葱，这半个把它切成比较细的丝，后面沙拉里头会用到的。剩下的就切成比较大的块儿，这个是后面烤羊排会用到的。接着胡萝卜，去皮，切成滚刀块儿。这个西芹呢，因为要用2根做沙拉用的，所以会给它一点精细化的处理。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表面很多棱，这些棱之间呢会有一些比较粗的纤维，所以你吃起来就会觉得它纤维感很重。想要让它吃起来比较嫩的话呢，就可以从头这个地方给它掰断，然后往下撕，就可以把这个筋给它撕出来。再把它表面的这个皮削掉一层，用削皮刀就这样刮一下。接着再把它斜着切片，现在冬笋差不多了，把它给捞出来，还要再烧一锅水，因为一会儿要汆一下那个西芹。水开后加一把盐，西芹直接丢进去，这里也是很快的，大概几秒钟就好了，就立刻捞出来。继续回来切菜，冬笋先让它凉一凉，现在还蛮烫的。然后剩下的西芹就不需要那么精细了，随便的切断就好了，因为这个是后面腌那个羊排用的。接着来处理笋了，需要切成片，这个切好的片就留着明天用就行。接着来处理藕，去一下皮。这个藕也是2个菜里头需要用到的，一部分是今天要放在那个肉丸子里头的。另外一部分是放在明天的荷塘小炒里头，所以你削皮的时候不要整条都削掉了，只削一半。你要全削好的话，放到明天它会氧化的。今天就只切这个削好的这一半，切片之后再切成细丁。接下来切火腿，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换了个砧板和刀，因为当你要准备很多这种配菜的时候呢，注意菜肉分开，这样会吃起来比较安全。火腿一部分切片，然后也是留一部分，明天还会继续使用。现在准备一些肉丸子需要用到的猪肉馅儿，当然你可以直接买超市那种给你准备好的肉馅儿，但是自己剁的话，那个肉会更有弹性一些。买五花肉，皮要去掉。随意的切成小块儿，
后开始剁肉馅儿，剁到这样比较细的肉糜就差不多了。五花肉剁出来的肉糜会稍微有一点肥，没关系啊，后面我们还会加其他的料进去。接着准备一点草鱼，这个是买来就切好段的草鱼，把这个鱼肉加到肉馅儿里头，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就会特别的松软。它上面有一根这个大的脊骨，用手摸一摸，然后顺着这个骨头给它去掉。这鱼肉里头还有挺多小刺的，要注意不要把刺给弄下来。先给它随便的剁几刀，然后顺着它的刺的方向这样往下刮。刮下来的鱼肉最好用手再给它摸一遍啊，确保里头没有混入小刺。然后用刀再给它剁得更细一些。跟刚才的猪肉馅儿混在一起。下面开始拌这个肉馅儿，往里头加一些调料。首先是生抽、黄酒，刻一个鸡蛋进去，一点盐，还有糖、白胡椒、花椒粉，然后是香油。先搅拌一下，向一个方向非常用力的、快速的这样搅拌。感觉搅不太动的时候，这个肉馅儿就是上劲了。接着加一点玉米淀粉，然后刚才泡过的葱姜水现在可以用上了。先少加一点啊，继续搅，让这个肉馅充分的吸收到水分，还是顺着刚才的方向，重新搅拌到感觉很费劲的时候，就可以接着再加一些。这是一种有氧运动，现在心跳好快啊！搅得差不多了，就把刚才切过的藕丁放进去，或者你家里有马蹄的话，也可以用马蹄，效果都是一样的，就给它增加一点那个蔬菜清香，还有脆的那个口感。拌好之后，先别急着用，放冰箱去冷藏一会儿，让它腌制更加入味儿，并且这个肉冷藏之后，它那个劲儿会更好一些。现在我这儿有整鸡一只，整鸭一只，这个鸡和鸭呢都要用到好几个菜里头，所以我们先给它分解一下。首先是鸡胸，把整块的鸡胸这样给它片下来。后面呢，我们会在罗汉菜心以及鸡豆花里头用到这个鸡胸，剩下的鸡就给它随便的切一切，可以拿去熬高汤了。这个鸡胸后面还会有更精细的处理，不过现在先不管它，放在一边待用。接着是这个鸭，也是要先把鸭胸给片下来。明天呢会有一道酸辣鸭血羹，那个里头会用到鸭胸肉，这整块的鸭胸也是放在一旁，一会儿再处理。然后这个鸭还可以再做一道菜，就是姜子鸭，明天会做的，它是一个红烧类的菜，所以呢我们选这个鸭身上肉比较厚的部分，像鸭腿、鸭翅还有这个背部肉比较多的部分。一般这几个部位切下来之后就是骨架了，剩下的就没什么太多肉了。这个就和这个鸡放在一起，也是随便的切一下。这些都是一会儿熬汤用的，因为一般做这样一桌菜呢，你肯定是需要一锅高汤，你会很方便，并且会让很多的菜吃起来味道会更好。那这些鸭腿、鸭翅、鸭脖之类的，就顺手给它切成小块。这些呢都先放在一旁，一会儿还会有进一步的处理，先待用。这个鸡架、鸭架在熬汤之前，要先泡一下水，最好是用有点温度的水啊，让它去血水。现在面筋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蒸它了。在蒸之前呢，最好是给它剪一下，就让它成这个小块小块的不规则的形态，在这个碗里，这样它可以发得更好一些。
铺平整，放到蒸箱或者是蒸笼里头，需要蒸大概40分钟。接着顺便烤箱预热到110度，找一口足够大的汤锅来煮高汤。鸡鸭架已经泡过温水，出了不少血水，所以就不需要再汆水了，直接放到锅里。加水，水要没过所有的食材哦。接着加一点米酒，刚才备过的姜片、葱段，再放一些火腿进去，可以让汤更鲜美。先大火煮开。在等这个高汤的时候，再起一口锅，烧一点热水。现在我这里有一些小八爪鱼和一些虾仁，我要给它们汆个水，这是做后面这个海鲜沙拉要用的。在那之前呢，先取出一部分虾仁留用，因为明天的罗汉菜心是要用到虾仁，今天不要全用掉了。水里加点葱、姜片，水开之后下锅，八爪鱼一下锅就会立刻卷起来。我买的是已经处理过的，如果你买的是没有处理过的，注意要去掉内脏还有眼睛之类不能吃的部分。看一眼旁边的高汤，如果出现浮沫之后，可以用这种细筛网给它打一打。锅里再次煮沸就可以出锅了。捞出来可以过一下冷的盛进水，防止它煮得过熟。现在可以关火了，把这锅汤丢到烤箱去烤。这是刚刚预热过的110度，这样丢到烤箱去烤呢，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因为放着不管就可以了。大概要烤3个小时。接着来炼点花椒油，找一个小小的锅，倒入大量的青花椒。这个花椒油一会儿会主要用在海鲜沙拉里头，所以选了青花椒，它那个椒麻的香味特别好。倒油，油可以没过所有的花椒就行了。开火，用比较小的火慢慢去炼出这个花椒的香味。等花椒油的时候，现在调一调这个沙拉汁，刚切过的柠檬，放一点蒜蓉，一点辣椒圈，然后一点盐跟黑胡椒。这个花椒油已经出挺浓的香味了，不要给它炼糊了。关火，让它稍微凉一凉。接着是一个私房秘制食材就是加一点糟卤到这个调料汁里头。可以尝尝它的味道，感觉它那个咸鲜还有酸这个几个味道比较平衡就可以了。接着把花椒油加进去，拿个小漏筛筛一下，这样调好之后就是我秘制的椒麻沙拉汁，非常适合用来拌海鲜。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海鲜沙拉基本上组装好了。刚汆过水的这个八爪鱼、虾仁，直接放到盘子里。因为这个沙拉是明天再吃的，这里有一个存放沙拉小技巧。这些海鲜和料汁先拌在一起，接着呢再放上刚才切过的洋葱丝以及汆过水的这个西芹。注意这里这2个蔬菜放上去不要拌哦，因为蔬菜如果和下面的料汁混合，你放1夜的话，第2天它就会泡得有点烂烂的，看起来就不那么好看。这些东西你就这样堆在表面。下面的海鲜在料汁里头，这样泡1夜，它会更加的入味儿。那上面的这个蔬菜，明天吃依然可以保持这样很新鲜的样子。就这样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冷藏，明天上桌之前再拌好。下面再回头来处理刚才切好的这个鸭块，这个明天可以用它做一个姜子鸭。今天就先给它泡一泡温水，然后腌制一下，让它先泡一会儿，去血水。刚片下来的鸭胸，给它切成小丁，切片、切丝、切丁，然后再随便的这样剁几刀，给它腌制一下，大概半个鸡蛋的蛋清，然后1小撮盐，一点黄酒，还有玉米淀粉。拌匀之后再加点香油进去，然后这个是明天才会用到的，今天就先放到冰箱去冷藏，让它腌一腌，明天它会更入味儿。下面准备的是这一次比较大的菜，就是烤这种全羊排。特意买了一个这样一整扇没有切开的羊排这样上桌比较有气势。一样也是明天烤，今天先腌。这种整扇的羊排一定要让它充分入味儿。第一步，先在它表面这样均匀的撒一层盐，让你手指感觉盐都融化掉了就可以了。放到旁边，让它自己腌一会儿。接着这个面筋已经好了，蒸好之后不能够立刻从里头拿出来，要让它至少焖个5分钟。
我这已经焖了好一会儿了。蒸好的面筋，你用手感受一下，它正中心应该是比较硬的，如果特别软的话，说明它没熟。转移出来，还有点热，但因为焖挺久的了，所以也还好，不是很烫。可以切一下，看看里头是有这种孔洞的。这个蒸面筋很容易会出现蒸不熟的状况，如果它没有完全熟的话，它里头的孔洞就会坍塌，就不会这样很有弹性的感觉。这个是做四喜烤麸用的，那做烤麸的面筋需要用油炸一下才会更香。现在先起个油锅烧一下。放心到这个油后面还会炸肉丸子的，所以现在多倒点没关系。让它烧着，把这个面筋切一切，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方块，油也差不多热了，可以来炸。炸到这个面筋都发黄，然后用筷子感受一下它有点硬硬的了就可以了。捞出来，盘子里放张厨房纸，吸吸油，然后趁着这锅油还热呢，顺便把肉丸子一起炸了。做丸子的时候呢，保持一个手上是有水分的，另外一个手拿个勺子在油里头蘸一下，然后㧟一大勺肉馅放在手心里头，合拢，从虎口这样挤出一个丸子来。看到丸子表面变成这种均匀的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还是放在一个厨房纸上吸吸油。丸子分批下锅炸哦，不要一次下太多，因为你每一个下锅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不停的观察，时间到了就先捞出来。大家在家炸丸子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边炸一边吃的？反正我记得我从小都是这样子。一般一锅肉丸子可能炸好之后已经吃完1/3了。这个肉丸子一般会一次炸多一点，一餐吃不了的可以冷冻，之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可以随时解冻了就能吃，挺方便的。现在高汤也差不多好了，可以从烤箱拿出来了。哇，现在已经很香了，并且表面有厚厚的一层油脂。你后面用它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油去掉一些，不要让它太油腻。然后高汤里头没有加过盐的，因为不想让它影响到其他菜的味道。这批丸子这样边炸边吃边炸，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后面还有一小半。丸子放到旁边再用，然后刚才泡水的这个鸭的翅腿背还记得吧？现在差不多血水都干净了，去把它沥干。沥干之后放到大碗中，放一个八角、生抽、一点黄酒、一点盐，刚刚的这个青花椒油可以再加一点进去，然后用手这样给它揉捏一下，把鸭肉连汤汁一起倒到一个密封袋里头去，然后冰箱冷藏。接着来看一看刚才泡的各种干货，现在都已经完全泡开了。一部分红花菜要用来做四喜烤麸的，你可以给它打个结，这样在后面炖煮的时候呢，它不容易散掉，就像这样。如果有特别硬的地头，可以剪刀剪掉就好。这样一部分打上结，这个是今天晚上会把它做成四喜烤麸，另外一部分呢只是去了地头，这个明天要再用的先留着。接着是之前泡好的木耳、香菇，这些都是干净的清洗过了。香菇水分给它挤一挤，来切片。这个木耳检查一下，把它那个比较老的根去掉之后，再撕成小块。这个香菇、木耳都和红花菜一样，有一部分是四喜烤麸用的，所以我们给它挑出来。有一些是放到明天的菜里头用的，那些都是留用。这个是四喜烤麸里头需要的，给它放到一起。接着是泡过的花生米，把它的皮搓一搓。我记得之前这种去过皮的花生米还挺好买的，到处都有，但最近就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着。泡过水之后会稍微好去一些。好了，现在烤麸的配料差不多都准备好了，终于可以做今天第二个菜了。
起一个炒锅，这刚才炸过肉丸子的油啊，别扔掉了，可以再用一用。你们还有一点肉香呢。倒油下锅，刚才切的葱丝下锅炒，姜片放个2片。这个葱姜是用来爆锅的，不要留在锅里。炒出香味之后就捞出来。火可以小一点，放一个八角下去，炒一炒。接着是刚才准备好的木耳、香菇、黄花菜下锅，去好皮的花生，炸过的烤麸下锅，接着下生抽，一点蚝油，还有要加糖，糖的量稍微多一点哦。这个菜那种上海本帮风味，需要有点甜甜的才好吃。接着加点水，炖煮一下，要煮到花生都变得比较软，木耳也比较软，可以再加几滴老抽调一调颜色，让它看起来有那个浓油赤酱的感觉。这个刚刚炸过变得有点硬的烤麸，一下汤汁之后它就变软了，然后它会很充分的就吸收这个汤汁的味道，所以这个菜真的很经典。虽然食材都挺简单的，但是组合在一起味道特别好。我吃四喜烤麸的时候是特别喜欢吃里头木耳那个糯糯的口感，所以我会让它多炖一会儿。现在去看看我们早上泡的海参，海参现在摸起来已经有一点软了，在它肚子中间有一个小孔，剪刀伸进去，从中间这样剪开，去掉它里头一些内脏，可以摸到一些像小石子一样的东西，把这些都抠出来扔掉。这些污渍就是海参的腥味的主要的来源，彻底的洗到完全没有任何渣渣的手感。这个海参扒开看一下，它里头有这种长长的筋，你可以用刀给它切断。不切断的话呢，它会阻止这个海参泡发的很大。一条海参切个3刀就行了。接着要给它煮一煮，加入姜片、葱段，放冷水。开火煮，海参煮开之后转小火让它焖煮大概30分钟。接着呢就是之前腌过的羊排，我们要给它加更多的腌料。我把它放到一个大的保鲜袋里头去。首先是刚才准备的所有的配菜啊，有蒜头，这个是整粒的去过皮的蒜头丢进去，姜片几片，大葱段，切断的西芹，切块的白洋葱，最后是胡萝卜。接着是一些香料，这里有整粒的白胡椒、小茴香、香叶几片，接着是黄酒，这个是香油，还有一点蜂蜜，稍微晃动一下，让羊排在这些蔬菜啊、香料啊、调料啊，在它们的包围之下腌制入味儿，尽量的挤出空气去，让羊肉可以很紧密的贴合到这些腌料，这样放入冰箱去冷藏腌制。明天再拿出来烤。再来看一看已经焖煮了一会儿的四喜烤麸，现在已经很软烂了。如果汤汁还比较多的话，开大火把它收一下，收到锅底几乎看不到汤汁的程度。起锅前淋一点香油进去，因为这个四喜烤麸本身就是个凉菜啊，你今天做好之后就放冰箱冷藏，明天就直接可以上桌了。海参现在煮了差不多半小时，拿个叉子扎一下试试，感觉能够比较轻易的扎进去，就可以关火了。然后不要捞出来，让这个海参泡在这个热水里头，自然的冷却。接着呢，来处理一下之前从那只鸡身上切下来的胸。这个鸡胸有2道菜用到它，一个是鸡豆花，还有一个是罗汉菜心。这个鸡豆花大家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道菜哦？之前我去成都的时候，在一家餐厅里头吃过，你们可能看过。它其实就是用鸡胸肉做出来，就口感非常非常嫩，类似豆花的一种，还挺传统的川菜吧，算是。这个鸡胸你得仔细的处理一下它，皮还有筋膜都要去掉。你可以切开它，这样用刀刮一刮，感受一下。它如果里头有筋的话呢，你会把这个肉从这个筋身上刮走。像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筋，这个是不可以放到里头去的，一定要纯肉，这样它口感才会嫩。用刮的方式把这个筋膜都去掉。
因为明天有2道菜都需要用到鸡胸啊，这个用量还是挺大的，差不多需要300克以上，所以你这只鸡它有没有300克以上的胸得看情况，有的鸡它胸特发达，有的鸡你可能买回来发现它胸挺小的，那你可以额外再买一块鸡胸肉加进去，也是一样需要去掉筋膜。都仔细的去掉筋膜，切小块，接下来就用搅拌机来打这些鸡肉。刚刚有个鸡蛋只用了半个蛋清，还记得吗？它剩下的半个蛋清别浪费，放进去。接着还需要再放3个蛋清进去。接着加盐，还有白胡椒。接着还是刚才泡过的葱姜水，加个2-3大勺进去。后面你还需要加高汤和淀粉进去，但是现在先把这个鸡肉给打碎。现在会有点打不动了，挺正常的，因为你后面还要再加高汤进去。先加2勺玉米淀粉，刚才的高汤现在已经差不多凉了，就开始往里加。这样加1勺，打一会儿，再加1勺，再打一会儿。这样打好的鸡肉泥还是分2部分啊，一部分就是直接去做鸡豆花，还有一部分呢是放在罗汉菜心里头。那今天晚上还要把罗汉菜心的那个馅料也给它调好。这里有差不多100克虾仁，就是之前留下来的，用刀背给它碾压，用这种2向薄刀法把虾仁都全部处理成虾泥，稍微剁一剁，放回碗中。然后这个鸡肉糊混入一部分，鸡肉糊里头是有盐的，但虾仁里头没有，所以额外再加非常小一撮就行了。拌匀，这个是明天会填在菜心里的馅料。拌好的这个虾仁糊放到一个保鲜袋里去，扎好口。还有那个鸡肉糊，同样也是放到保鲜袋里，你找一个杯子，它会比较好装一些。一样也是扎好口，这2包就都放到冰箱去冷藏，明天待用。接下来准备的是明天的点心南瓜糯米粥。这糯米也是已经泡过挺久的了，要先用水给它煮一煮，把糯米用手捞出来沥干，放进锅里，换新的水倒进去，水的量差不多跟糯米平齐就可以了，开火煮。然后我选了几个这样个头比较小但看起来很漂亮的南瓜，它上桌之后会比较有效果。这样切掉表面的一个小盖儿，中间这里拿勺子挖一下，就可以把它挖空，里头的籽都掏出来。现在往糯米里头加些干果，这里有核桃、巴旦木，还有葡萄干，或者随便加你喜欢的，像蜜枣什么的都可以。核桃太大的话可以掰一下。再加点糖进去。其实我试过完全不加糖，就纯的糯米加南瓜就挺好吃的，它会有那个很自然的甜味儿。但我们这个毕竟算是一个甜的点心嘛，稍稍的加一点就好了。拌一拌，然后填到南瓜里去。你可能会感觉勺子很黏，不太方便啊，你可以把它蘸湿，勺子上有一点水，它就不会黏了。填进去之后要轻轻的压一压，填到这样基本上都满。对准它的花纹，盖回它原来的盖儿，这样就好了。把3个南瓜都这样填满。今天先这样就直接放到冰箱去冷藏的，明天再拿出来蒸。包好之后，这几个南瓜看起来是不是还是完好无损的样子？就这样放到冰箱去了。现在这个海参的水差不多也凉了，把它单独捡出来，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头。然后换新的纯净水，把它放到冰箱去浸泡隔夜。接着呢，就是今天还剩下的一些食材，是今天泡好的，像木耳啊，还有冬笋这些，但是是明天再用的。那你给它整理好，还有刚才已经差不多凉掉的烤麸，用了半截的藕，没用完的火腿，炸好的肉丸子，把这些全部都放到冰箱去冷藏，等待明天使用。对了，还有那一大锅高汤不要忘了。现在还剩今天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就是准备明天的酒。明天呢，我准备做一个温酒。
用清酒里头浸泡桂花还有话梅，然后明天上桌的时候是热着喝，它有点酸酸甜甜的，然后暖暖的，喝着挺舒服的。如果您喜欢甜一点的话，可以再加点糖，不过我觉得这个话梅的甜味已经就足够了。放进去浸泡，一点干桂花。 就这样让它浸泡1晚上，第2天味道就会跑出来了。好了，今天所有的工作差不多都可以结束了，剩下的就是打扫一下战场，清理清理，然后明天就可以继续完成我们的年夜饭了。Hello。 今天是第2天，也就是今天晚上就是年夜饭了。那昨天已经做好挺多准备工作了。那我现在刚刚把今天要用的所有的蔬菜都洗干净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工作。今天第一步呢，还是先切一些葱姜蒜，还有辅料和一些蔬菜类的东西。还是跟昨天一样，葱姜蒜都分别处理成不同的形态。姜先擦一些姜蓉，一部分的姜切成姜片。 大葱也是一部分葱段，还有一部分就切成末。然后蒜头也是，这都去过皮了，一部分是完整的，然后一部分压成蒜蓉。这样备好的葱姜蒜放一旁备用。 接着就是一些辣椒，小的朝天椒，一部分这样斜着切成段，然后一部分切成更小的辣椒圈。接着是这个绿色的小杭椒，也是一样的，一部分斜切，一部分切圈。接着处理香菜，香菜呢保留一部分完整的，就洗干净去掉根就行了。 挑形态好看一点。这个后面是整根用来装盘的，如果你怕它蔫的话，可以泡点水在里头。还有一些呢，就切碎了。接着切点葱丝。 切这种细长葱丝有个小技巧，把这个葱叶这样撸平，在手上比较整齐的叠放在一起，然后给它卷起来，这样会比较好切一点。然后再细细的给它切丝，这样丢到水中，它就会自动卷起来，拿来装饰菜就会看起来非常的 大厨风范。接着金针菇，刚刚也洗过了，把底下的根切掉一部分。还有藕，这个是昨天剩的那半个，削皮。切好片的藕也是去泡一下水啊，因为 一个是防止它氧化变色，另外一个呢，后面想要拿它做一个蔬菜小炒，那希望比较脆的口感，泡水可以去掉多余的淀粉。接着胡萝卜去皮切片，下面准备一些这个小油菜，这是后面做那个罗汉菜心要用的。 所以我们尽量挑选这个大小比较均匀的，从尾部这样切一刀，但别切断。现在就先保持这个样子，一会儿要给它汆水的。接着是一些新鲜的香菇，给它切成末。昨天有挺多水巴的干香菇的，记得吧？其实这个干香菇和新鲜香菇，它的味道差别还挺大的。 干的香菇它更香一些，然后新鲜的香菇更鲜一些，所以根据不同的菜式，我会选择就是不同的香菇去使用。当然，你如果懒的话，都用同一种也是 OK 的。不过我觉得吃年夜饭嘛，还是值得花点心思，给它
它做的稍微精细一点的。接着是这个娃娃菜，从根部切开。切掉根之后，再切2段。接着呢，这里有一些泡过的紫姜，这个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如果是夏天可以买到新鲜紫姜的话，用新鲜的也挺好的。这是后面烧鸭子的，就紫姜和鸭子是个特别好、特别经典的搭配。但因为现在紫姜不太好买了，你可以用这种泡过的。这种是那种川味的泡子姜，它比较咸，然后日式的就是那种酸甜口感。切好的紫姜还泡回它原来的这个泡菜水里，这个水一会儿烧鸭子的时候可能也会用到的。接着还有一些荷兰豆，这个也是洗过的，但它这个筋还没去，给它去一下。好啦，现在蔬菜类的都备好了。接下来做点水淀粉，因为后面好几个菜都需要勾芡的，你一次给它准备好。就简单的玉米淀粉兑点水。接下来煮一点鹌鹑蛋，市面上有那种煮好的鹌鹑蛋。泡在水里了，但我感觉好像我之前买来的它都煮的有点过头，里头蛋黄有点绿了，所以这个是生的鹌鹑蛋，自己煮一下。冷水下锅，开火煮。接着这个烤箱预热一下，一会儿要去烤羊排了，预热到200度。接着再来切一些非蔬菜类的菜，鸭血。这个是后面的酸辣鸭血羹会用到的。接着是一块豆腐，这个也是鸭血羹里头需要用到的，给它一起切了。旁边这个鹌鹑蛋煮开了，关火，不要一直煮它。鹌鹑蛋拿去冲冷水。泡一会儿，接着我们来切昨天还没用完的火腿。火腿都切片，然后一部分保留片状，还有一部分给它切成细末，后面会用到好几个菜里头。鹌鹑蛋可以剥一下了。剥好的蛋放一旁待用。下面烤箱也预热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来烤羊排了。昨天腌的这一袋子从冰箱拿出来，垫一张锡纸。这个羊排先整个拿出来，把里头的菜这样整袋倒进去，把这些蔬菜都铺在底下。这个羊排表面如果有粘着一些香料的话，给它撸下去，因为长时间烤的话会焦。然后注意观察这个羊排，它有一面全是脂肪，就这一面都是羊脂，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这种筋膜，没什么脂肪的。你入烤箱的时候，首先这个油脂的一面先朝下，先把这面烤熟。然后中间我们会翻一下面，让它的脂肪的那一面再烤上色。底下的菜就给它弄得像一个小床一样，铺在上面，送入烤箱，烤大概30分钟。今天的菜里头有2个比较费时间，一个是已经在烤箱里的羊排，另外一个就是姜子鸭。因为鸭子要烧蛮长时间的嘛，所以现在来做第2个比较费时的菜。锅烧热，放油，下之前整粒的没有切过的蒜头，
炒到蒜头表面金黄起皱，先捞出来放在一边待用。继续在这个油里头炒葱段。昨天腌过的鸭肉下锅炒。鸭子一般皮都挺肥的，让它的皮贴着锅的表面，尽可能的把它的肥油给炒出来。耐心的炒一会儿哦，一定要炒到这个看到锅底会渗出很多的鸭油。如果你怕太油腻的话，可以拿厨房纸吸掉一些，然后鸭皮都变得很金黄了。这时候火稍微转小一点，接着我们下豆瓣酱。你把这个鸭肉拨到锅的旁边，中间给它留个空，把这个豆瓣酱下在中间的空的地方，这样它直接接触到热油，就可以炒出香味来。豆瓣酱挺容易炒糊的哦，所以这个时候火别太大。再拨弄一下，看看锅底这个油已经变成红油了，颜色非常漂亮了。接着下几粒冰糖，下一些酒酿。酒酿跟鸭子也是特别搭的，大家记得《红楼梦》里头有一道叫酒酿蒸鸭子吗？它俩是经典搭配。火转大一点了，接着下啤酒，或者你家里有米酒的话，也可以用米酒。然后用啤酒的话，注意选比较清爽啊，就不那么苦的啤酒，不然你烧出来鸭子会有点苦。大火烧开之后，就转小火开始焖煮了。鸭子需要焖煮至少1个小时吧，最好是1个半小时以上，它会比较烂。这里一个焖煮小技巧，不要用它原配的盖子，用一个比它小1号的，这样盖子直接盖在肉上面。这个技巧叫落盖，可以让这个肉质更快的软烂，然后入味比较均匀。接下来的菜呢是昨天准备好的这个南瓜糯米，从冰箱拿出来之后，找一个牙签掰2段，戳在上面稍微固定一下，送入蒸箱或者有蒸锅也行，需要蒸大概40分钟。接下来做的这个菜呢，也是今天的重头戏啊，什锦暖锅。这个菜它类似一个杂烩汤的那个感觉，然后一会儿可以端到桌子上边煮边吃，会气氛特别好。之前那个泡的海参也是用在这个里头的。找一个这种比较浅，然后可以盛汤，一会儿放到桌子上也好看的锅。倒油进去，先下葱段爆一爆锅。这里会用到昨天的高汤，炒出香味之后就直接下高汤了。盖上盖儿，让汤稍微煮一煮，让它煮开。接着是之前泡好的海参，对，照理来说海参要整只下锅看起来比较富贵啊，但是我觉得它放在这个暖锅里头，还是切一切，让它更入味儿，味道更好。自家人吃饭嘛，还是味道比较重要，对吧？给它这样斜着切片，切断的海参呢，先放到高汤里煮一会儿，因为海参我喜欢它稍微软烂一点的口感。首先锅里的葱段你可以先捞走。后面煮太久的话会看起来烂烂的，现在味道已经出来了，可以功成身退了。海参下锅，另外还有2个东西要先下锅，就是昨天泡好的木耳和今天切过的火腿片，这2个先火腿煮出味道来，然后木耳也是给它煮到稍微有一点软糯的口感。盖上锅盖焖煮大概30分钟。现在烤箱里的羊排差不多该翻面了。拿出来看一下，现在给它反个面，让它的脂肪这一面朝上，拿回去继续烤。继续200度烤15分钟。好啦，现在烤箱、蒸箱还有2个灶头都被占用了。那因为这一锅暖锅它是可以上桌边煮边吃的东西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端上桌，让它在桌子上煮，这样我可以空出一个灶做别的事情。接着呢，我这里烧了一锅大水，因为后面有一些需要汆水的食材，我也给它统一处理掉。这个是豆苗，
这个是买回来它就这样生长在上面的活体的豆苗。这个是后面放在那个鸡豆花里头的。水开之后，加一点盐，一点油，豆苗直接剪下去，下锅。豆苗很快速的，下锅之后立刻捞出来。接着是刚才备好的菜心，这个也要下锅汆下水，还是刚才汆过豆苗的那锅水哦，可以一起用的。你让它的这个根先下去，叶子很快就熟了。因为这个菜心后面还会再蒸一道的，所以现在也别给它弄得太熟了，半分钟吧。捞出来，还是放回原来的地方沥干。接着还是刚才那锅水啊，我们再给它用第3回。昨天这个腌好的鸭肉丁，继续在这个锅里汆一汆。下锅之后也是滑散之后，立刻就捞出来，放回原来的碗中。接着呢，我们还有更多的食材要汆水，但是这锅水得换一换。这个羊排现在已经上色了，温度要调一下的。为了防止它烤得过焦呢，把这个锡纸拎起来，给它稍微包裹一下，让它处于一个焖烤的状态。放回去继续烤，温度要调低到150度。最后还要烤大概20到30分钟。一锅水汆个3种食材，差不多就足够了。不要反复的用同一锅水汆很多食材，那样会串味儿的。所以我现在又烧了一锅新的大水，烧开之后加盐，一点油。接着要汆的是后面那个素菜荷塘小炒的食材。那个菜它是一个很快炒的菜，所以你提前把食材都过一下水，你后面就会很快出锅。首先木耳先下去，木耳需要稍微多一点时间，煮个几分钟。接着是鸡头米。这个鸡头米是挺江南，然后挺夏天的一个食材。现在冬天你可能只能买到冷冻的，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强烈推荐一定要买一点试试放在这个小炒里头。这个鸡头米它有一种非常好闻的那种水生植物的清香。鸡头米也要下锅汆一汆。等水再次煮开之后，泡过水的藕片还有切好的胡萝卜下锅。如果家里有马蹄的话，也可以一起下去炒。马蹄不用汆水哦。这道菜叫荷塘小炒嘛，所以就像藕、还有鸡头米啊、马蹄这些水生植物都挺合适的。捞出来，放一边待用。好了，现在这个是今天烧的第3锅大水了，继续来汆。这个是金针菇，金汤肥牛里头要用的。这个水里不用加油盐了。再次煮沸之后就捞出，放在这个盘子里头。这个盘子就是一会儿装金汤肥牛的盘子。金针菇先垫在底下，然后肥牛下锅，不要解冻，直接冷冻的丢下去。别等太久哦，一变色立刻捞出。这个放在另外一个盘子里头。接着再找一口汤锅。这个炉子给它换一下，这样比较顺手。这个鸭还是让它继续炖着。这个汤锅放在中火上加热，锅热后下油，加一点蒜、姜还有葱末下去翻炒。炒出香味之后，下这个黄灯笼辣椒酱，这个是金汤肥牛必不可少的一个配料，但它挺辣的，不能吃辣的人别加太多。这个黄灯笼椒是有一股酸酸的味道的，就是一股泡椒特有的那种酸香味儿。闻到香味儿之后呢，就可以下高汤，火转大了。在等这个汤煮开的时候呢，那2个凉菜已经可以上桌了。这2个昨天放到冰箱里头的，一个4喜烤麸。给它稍微摆摆盘，它就可以直接上桌了。还有这个海鲜沙拉，然后这个海鲜沙拉昨天还没拌开嘛，今天可以给它拌了，倒到一个大的容器里，这样它使劲的搅拌。
再重新装盘，冷菜已经可以开始吃了。锅里的这个清汤已经开了，加一点点糖，因为现在锅里头是挺咸挺酸的，加点糖给它调和一下这个味道。接着再加一点米醋进去。这个剁椒酱已经挺咸的了，不需要再加盐了。刚汆过水的肥牛回锅，再次煮沸就可以了。然后整锅连着肉和汤一起倒到刚才的金针菇上。最后表面还要泼点油，撒上一点葱花。找一个小小的锅。1大勺植物油，小火加热一下，接着再给它上面撒一点花椒粉，还有之前切过的青椒、红椒圈。油热之后就给它滋啦一下泼下去，这个菜就完成了。这是今天上桌的第1道热菜——金汤肥牛。接下来就可以做鸡豆花了。这是昨天打好的那个鸡肉泥，今天从冰箱拿出来了。接着呢，烧了一锅水，这个水沸了之后就关火，不要让它一直滚沸。这样舀一勺，滑到水中。这个鸡豆花我是1人份1人份上桌的，所以就家里有几口人，你就划几份到水中就好了。这样用筷子轻推。别让它们粘在一起，它现在非常嫩，很容易变形，轻轻的。这个鸡豆花讲究的就是一个嫩字，所以千万不要大火去煮它。它需要在这种将沸不沸的这个临界温度保持大概10分钟，就可以彻底的熟透。最后它吃起来就会非常像嫩豆花那种感觉，你吃到嘴里完全吃不到鸡肉的纤维，所以才叫做鸡豆花。接着看一下这个鸭怎么样了，它在旁边已经炖了挺久的了，我感觉它应该挺软烂的。拿个叉子戳一下，就很容易可以戳到肉里了。现在的肉已经非常烂了。现在开始大火给它收一下汁，然后前面一直没有放进去的这个泡子姜终于可以下了。想味道更浓的话，这个泡姜水可以加一点进去。因为这个鸭本身腌过的，然后我们加了豆瓣酱，还加了咸的子姜，咸味是非常足够的了，不需要再额外加盐。这个鸡豆花差不多飘起来了，它就已经快要熟了，然后它就不需要再加热了，放到旁边就让它在热水里焖着就行了。我找了一个砂锅，放到旁边给它加热一下，一会儿就装这个姜子鸭可以上桌。之前炸过的蒜别忘了，这个时候可以回锅了。然后这个是刚才切过的青红辣椒段，下锅，汁收的差不多，关火。拌匀，转移到旁边的热砂锅里就好了。现在今天的第2个热菜姜子鸭可以上桌了。接着这口锅洗干净，我们继续来做下面的菜。这边炉子上高汤加热，这边的锅里头呢，我们就开始做酸辣鸭血糊。这里是花椒油，是昨天炼的，留了一些，今天还可以继续用。接着下蒜末、葱末、生姜末，炒香。旁边的高汤直接加进去，汤里加一些米醋。加点生抽调调味儿，然后刚才准备的火腿末放一部分进去。火腿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等它煮一会儿之后再加点盐，不够咸再加，够咸就不需要了。煮一会儿让火腿的味道出来。前面备好的鸭血丁下去，然后豆腐放下去。煮沸之后，再把之前汆过水的鸭胸肉丁下下去，然后这里要下大量的白胡椒。它的调味是有点类似那种酸辣汤的感觉的，它的辣味主要都来自于胡椒，所
多下一点。现在可以勾芡了。之前调的水淀粉，你放时间长了之后，淀粉会沉底哦，所以用之前再给它拌匀。拌这个沉底的淀粉要用点力气哦，因为它是非牛顿流体，越是给它施力，它越是会跟你对抗，稍微慢一点。一边倒这个湿淀粉，一边搅拌，勾芡到合适的浓度。现在关火，上桌前再淋点香油。盛到汤碗里，表面撒一把香菜。现在这碗酸辣鸭血糊可以上桌了。接着我们继续来做这个鸡豆花，它已经完全飘在水面了，就说明它已经彻底的熟透了。这次我会单独的拿那种小盅给它来装盘。那我之前已经把它放在家里的保温抽屉了，可以给它保持一个温度，这样上桌的时候它就是热热的，吃起来会比较舒服。在每个小盅里放入1到2球的鸡豆花，之前烫过的豆苗，这个时候可以放进去。先把每个小盅这样排好，再把高汤重新加盐、胡椒调好味道之后再浇上去。这边高汤已经滚沸了，但我们需要清澈一点的汤，所以我给它过个细筛网。然后别忘了，这个汤里头是没有咸味的，所以加点盐调调味道。再加一点白胡椒。刚刚这10盅鸡豆花都摆好了，另外再撒2个枸杞进去，把这个热汤浇到每一碗上，盖上盖儿，这样呢就可以上桌了。这个菜呢虽然挺小清新的哈，但是其实它做法挺讲究的，而且是个很传统的宴客菜，我觉得非常适合放在年夜饭上。接下来南瓜也蒸好了，现在南瓜非常的软熟，小心的去掉盖子之后给它切块。怕刀粘的话，可以在刀上沾点水。这样给它摆好盘，中间我留了一个没有切的放在中间，这样整个上桌看起来会比较富贵。这就是今天的点心南瓜糯米粥。接着来做今天的算是素菜吧，不是纯素，但也勉强算个素菜，就是罗汉菜心。刚刚汆过水的菜心啊，中间给它去掉一点点。让它这里形成一个小窝，这个是昨天做好的虾泥和那个鸡泥的混合，就装在袋子里，直接给它切个口，这样可以挤出来。可以拿个小刮刀或小勺给它抹平整。尾端的这个空填满之后呢，前面还可以多出来一点，刚才这个菜心别浪费了，给它填回去，这样就摆好了。剩下的也都是这样操作。然后做这个菜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有包饺子习惯的人，是不是过年的时候会在饺子里头放一个硬币之类的惊喜啊？我觉得这个菜心也可以玩类似的东西。我决定在这个菜心里头塞个辣椒，看看一会儿有谁吃到了，就是今年最幸运的人。刚刚这个惊喜已经藏进去了，把我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今年最幸运的人。像这样把它围成一圈摆在盘子里，这个菜看起来是不是还挺适合上这种大席的？据说它是慈禧太后喜欢吃的菜，这个我也不确定真假，但是我觉得看起来确实还挺好的吧。之后呢，在它表面再撒一点那个刚才切好的香菇，再撒上少许的这个火腿末，也是之前准备好的。
好了，上锅去蒸。蒸大概10分钟就好了。接下来呢，大家不要忘了，桌上还有一个砂锅在煮，那个就是10级暖锅，里头已经有海参、木耳和火腿。海参现在差不多软烂了，然后我们还要加上一些配菜过去煮，因为它叫10级嘛，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有木耳、海参、火腿，这里头有肉丸子、鹌鹑蛋、娃娃菜、冬笋、蛋饺、黄花菜，这边还有一个茼蒿，这样加起来就是10斤了。现在这一盘呢，我就现在下到砂锅里头，让它煮着。这个茼蒿呢，就放到桌上，让它边吃边煮。就一个。接着就来处理今年的鱼了。每年的年夜饭上都一定要有一条鱼啊，不然就不年年有余了。今年吃的是石鱼，这种鱼呢，说来话长啊。我们历史上的石鱼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就是现在这种传说中的石鱼，其实市面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吃到的是它的近亲。然后这个石鱼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油脂丰富，尤其是它的鳞片之下其实是有很多油脂的，所以传统的石鱼的吃法是不去鳞的。哦，同样也是这个原因呢，石鱼一般会从背上面开背，而不是从肚子这里开刀。这样你给它展开的时候，它的2个鳞片都是朝上的，就不会压在下面被泡在它的汤里头。用一把尖刀从它的脊背上这样插进去，然后顺着鱼骨往下切。用一把可以砍骨头的菜刀，把它的头骨这样稍微用力，但是不要太用力，不要把这个鱼给捶碎了，把它的头骨切开。这样呢，这个鱼它就可以从背面这样展开。这个时候你再把它的鳃和内脏之类的都去掉。好了，把鱼先去清理干净。这个鱼处理干净、清洗之后呢，就是这样，它可以这样展开。然后你这样蒸的时候，它所有的鳞片就是朝上的，就不会泡在汤汁里头。现在先给它腌制一下，放到一会儿这个盘子里。给它表面浇上2大勺的糟卤，这样两面给它抹均匀。昨天做的那个海鲜沙拉里用过糟卤，还记得吧？糟卤我觉得是个还挺适合搭配鱼和海鲜的食材。这个石鱼的鳞片特别漂亮，很闪光。在它表面堆上一些姜片，还有之前的葱段，让这个糟卤把鱼稍微腌制一会儿。现在菜心也蒸好了，可以出锅了。蒸好的菜心里头可能会有些汤汁，先倒出来，倒在一个小锅里。接着还是旁边的高汤，再加个2勺进去，开火煮，加一点盐，一丁点糖，调调味道，还是刚才的水淀粉，勾个薄芡。勾好芡之后，就可以淋在这个菜心上。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个素菜——罗汉菜心。现在羊排差不多可以出炉了。现在这个羊排下面的菜都差不多焦糖化。这个菜不是用来吃的哦，主要是用来做酱汁的。这个羊排呢，就这样整块的上锅，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气势。刚刚的这种整颗的香菜给它围一下，装饰一下。然后我们非常快速的给它来做个酱汁。这锡纸里的菜整个倒到锅里去，开火加热，撒一点面粉在这些蔬菜的表面。这是个挺经典的做西式酱汁的方法。
加水，加点盐，这样这个酱汁一煮它就粘稠了。这个酱汁里头都是羊自身烤出来的油、肉汁，还有一些蔬菜啊焦糖化之后的，就各种风味混在一起，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吃。给它过一下筛。这里有一个达到做作巅峰的迷你小铜锅，把这酱汁倒进去，这样跟着羊排一起上桌。然后另外呢，我还准备了一些粉类的蘸料。这里有辣椒粉、孜然粉和椒盐粉，把这几种混在一起，放在另外一个小铜锅里，给它稍微加热一下。这些粉要稍微的受一下热，它的香味才会散发出来。能闻到香味之后就好了。关火，这样整扇的羊排配上2种蘸料就可以上桌了。现在还剩最后2个菜，马上就好了。这条鱼可以拿去蒸了，先蒸5分钟。在等鱼的时候，我们来做个快手的小炒。热锅加油，下蒜蓉爆香，荷兰豆下锅炒。荷兰豆是没有汆过水的哦。接着就是各种汆过水的蔬菜，藕片、胡萝卜、西红米、木耳，加点盐，一丁点糖，还有一点蚝油提提鲜。因为这些菜都是汆过的，所以特别快，就这样随便翻炒2下，然后加一点很薄的水淀粉，勾个薄芡就可以了。马上就可以出锅了。这样，这个超快手的荷塘小炒就完成了。今天的第2道素菜上桌。这个菜炒完差不多也就5分钟的时间，那个鱼也就只蒸5分钟。现在是半熟，现在拿出来哦。把里头的葱姜剪出来，然后这个鱼它蒸出来的汤汁要倒掉。这一步呢，只是为了给它去腥，所以并没有完全蒸熟。接着在表面淋上一点这个酒酿，连着汁一起哦。接着再加一点糟卤，就刚才腌过它用过的同样的糟卤。这个糟卤跟酒酿在一起就是特别完美的搭档。那糟卤本身挺咸的，也不需要再加盐了。然后表面给它铺上火腿片、冬笋、香菇，继续再放回蒸箱，蒸差不多8分钟。最后就是今天的饮料了，这是之前我自己做的咸柠檬，你们还有印象吗？当时有发过小视频的。这个咸柠檬已经泡了好几个月了，现在就变成这样，有点黑黑的样子。这个里头呢是它浸出来的汁，看到它有点粘稠感，这个就是很浓郁的那个咸柠的汁。它闻起来会有一种酒制陈皮的感觉。这个咸柠呢有很多的用途，除了像我今天拿来做饮料之后，它用来烧鸡或者烧鸭什么的，味道都特别好。它这样一切就能看到它这样有汤汁的感觉。因为这个咸柠是非常非常咸，也非常非常酸的，所以不要用太多，直接丢到罐子里。这样一罐差不多半个咸柠就够了，剩下的还能继续放回去，之后做菜都可以用，非常好用。接着还需要一些新鲜的黄柠檬，
切半，把柠檬汁挤进去。还有青柠也是，青柠比较硬，你可以给它滚一下，这样比较好处置。接着还有柠檬切片。 青柠也是一样，切片。另外需要加点糖，记得这个咸柠檬很咸很酸哦，然后还有很多柠檬汁，所以这个里头是一点甜味都没有的。糖可以稍微多加点，拿筷子搅拌一下。接着需要大量的冰块，然后给它加满苏打水。 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咸柠直接加那种有甜味的汽水，味道也都挺好的，因为它本身会给你增加咸，还有酸，以及那种像酒汁陈皮一样的香味，就可以让你的饮料喝起来不腻，非常的清爽。然后我们自己做的呢，这个就是这个甜味也可以自己调整的，就喝起来非常的爽口，就很适合大鱼大肉的年夜饭。除了这个饮料之外呢，另外那个温酒，我又想了一个偷懒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那个保温抽屉里头。 用这个保温抽屉热酒真的是个很好的偷懒的方式啊！如果你们家里也有的话，可以试试。另外，如果想要热酒的话，可以把它泡在热水里头，或者用微波炉，都是挺好的方法。还有一个最后那条鱼现在马上好了，可以上桌了。帮我把饮料端上桌吧。这鱼现在就是彻底蒸熟了。 找个小锅，烧点油。蒸食鱼除了用植物油之外，最好再加点猪油进去。这里是一半的植物油，一半的猪油混合。之前泡过水的这种卷卷的葱丝撒在上面，油烧热之后就给它滋啦一下泼在鱼身上。 好，现在最后一道菜糟蒸食鱼就完成了，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开饭了。最后一个菜来了，开始吃什么？对，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从小到大吃年夜饭每一年都会出现的重复的菜？四季烤麸。那你们家会自己做四季烤麸吗？会。 你们会自己做烤麸本麸吗？都是菜场里面买的。我们家就是炖牛肉是一定有的，炖牛肉锅。这南瓜好好吃哦！一人一个，不能多吃。怎么着？是你吃到了？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特别的祝福给特别的你。从我开始啊，数你有钱。无数理财。呀，真的是数一数二，鼠年好运。刚刚小伙伴们说了很多关于鼠年的祝福语啊，就是我感觉好像我是文采最差的那个，但是在这里呢，借大家的吉言，把这些祝福都送给正在看这个节目的你。祝大家鼠年一切顺利，万事大吉！咱们明年再见了，拜拜。第2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预备起！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伸展运动。这是一种有氧运动。啊。